重生后，我遇到了前世的顶流明星宋思晴。在她的前世记忆中，宋思晴这位所谓的国民女神，很快就会因为某些家庭矛盾而跌落神坛，而她的领导则是想趁火打劫。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你的家事我帮你摆平。在宋雨晴的言辞拒绝后，不仅被彻底踢出了娱乐圈，更是赔偿了公司一大笔钱，并且背上了数千万的债务。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，快让宋思晴出来！今天我看不见宋思晴，哪里都不去，就在这里等她。高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天海市。今天有没有回来的可能？今天是因为龙星集团的那个代言。你爸妈来了，就在公司大厅里，还带了一大帮人，貌似都是你老家的邻居，非吵着闹着要见你，不见到你就不走。电话那头，宋思晴直接沉默下来。我说的你听到了？能回来赶紧回来，写字楼里可不光是我们公司的人。我要是没猜错，刚才你爸妈这么一闹，肯定已经有人把视频传到了网上，主要是他们说了许多难听的话，这要是在网上流传开来，肯定会增加你的负面形象，弄不好还得掉分。宋思晴半晌之后才缓缓说道：我没有爸妈。你说什么？那他们是谁？不知道，反正跟我没关系。宋建中，是你父亲吧？行了，宋思晴，这时候别耍你那小孩子脾气，你爸妈都闹到公司来了，成何体统？瞧他们那大包小包的样子，是真打算住在公司了？你不赶紧出面，我们这工作还能进行下去吗？我说过，我没有爸妈。宋思晴，你给我想清楚了，公司可以没有你，但你不能没有公司，懂不懂？我不管你家到底怎么回事，反正你得立刻回来处理。宋思晴又是沉默了很长一会儿，似乎在做着心理挣扎，直到高升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他才说道：好，我这就回去。叶老弟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叶老弟，宋思晴出事了。他怎么了？你看看网上关于宋思晴的新闻。随后叶松接过手机，一则关于顶流明星不孝女的负面新闻就从各大网站爆了出来，10几个大 V 同时下场，对宋思晴从内而外的进行谴责，一面是数落宋思晴的不孝，另一面也是爆出了多条关于宋思晴的黑料，或者是给某个大老板陪酒，或者是片场向工作人员甩脸子、耍大牌，亦或者是疑似被某一位大富豪包养，跟许多男明星之间都有不清不楚的关系等等。还有另外一则消息，不知道又被谁给扒了出来，国内龙星集团乐资日用品有限公司以内定为宋思晴为代言人。听说你在外面养了宋思晴啊，要不要解释一下？解释什么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别说，那帮家伙在网上传的有鼻子有眼，连你和宋思晴在一起的照片都有呢。不过一眼就被我识破了 ，PS 痕迹太重，还不如我厉害。叶老弟，话说这个宋思晴怎么办？等一切真相大白之后，他不仅能从这水火中杀出来，更会迈出更高的一步，踏入很多明星望尘莫及的领域。也就是说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其实我之所以选择找宋思晴过来代言，就是为了让她加入龙星娱乐而做铺垫，或许也与你有关。与我有关，你懂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的风言风语对宋思晴伤害太大了，大到我如果不救她，她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先不说宋思晴是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主要现在的龙星娱乐也的确缺少宋思晴这种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。思晴，你真是一头倔驴啊！不管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的，至少你得先告诉我吧。你要是再这么下去，知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后果？他们简直太过分了！我要是有这样的父亲，别说不见他们，我甚至还会报复他们。可是思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得为了你的前途着想。你的童年已经不完美了，好不容易有了现在，如果把未来毁在这种人手里，那实在是不值得。思晴，我觉得他们这次来就是想毁了你，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只有你强大了，别人才不敢欺负你，你明白吗？刘姐，这不是我强不强大的问题，你别看我现在光鲜亮丽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赚钱稍微多点的职工而已。我和公司签了那么长时间的合同，未来全部都掌握在公司手里，如果公司不保我，就算我自己再强大，又有什么用？公司不保你？思晴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这么火，完全就是公司的摇钱树，公司怎么可能不保你？宋思晴，只要你从了我，你父母的事我给你搞定，你现在所有的网上舆论我给你摆平，否则我再说一遍，他们不是我的父母，那些龌龊的事你甭想得逞。好，宋思晴，我要让你赔得倾家荡产。刘姐，高总一直对我图谋不轨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，可这也不至于让公司毁掉你啊。高总固然是公司总裁，但他说白了也只是一个员工罢了，
赚的钱还没你多呢，就凭他那点能量，真想毁掉你，也得问问董事会同不同意。刘姐，现在连张董、张峰都已经开始威胁我了，说我这次风波给公司带来了巨大荣誉损失和经济损失的问题。话里话外，张峰都表示他可以帮助我度过这次，但前提是我必须要妥协。刘姐，我算是彻底完了，你明白吗？思晴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那个叶董，对，龙兴集团的那个叶董。刘姐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无非就是怕叶松也像高总和张董一样，对你心怀不轨。刘姐，我的心很乱。思晴，现在可不是心乱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。你要明白，宋建中那帮人的目的是什么，高总和张董的目的是什么，而你的选择又是什么？我说句实话，如果这时候你能找好下家，那辉煌传媒这边还担心什么？宋建中那帮人你也可以不用理会，到时候你就是铁打的女人，谁也无法将你击败。现在唯一能解救你的，也就只有你自己了。如果你信得过刘姐，那你现在就给叶董打电话。宋思晴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在刘玉那坚定的眼神下，轻轻咬了咬银牙。他一把拿过手机，找出了叶松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拨通。你好，宋小姐。叶董您好，我没有打扰到您吧？没有，我一直在等着宋小姐的电话呢。等我的电话是因为代言的事情吗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宋小姐加入龙兴娱乐的事。宋思晴娇躯一震，然后下意识朝刘玉看去，因为他是开着扩音的，所以刘玉听得清清楚楚。只见刘玉脸上露出狂喜之色，忍不住的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叶董，我……宋小姐无需解释，你想说的我都知道。叶董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。你说。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您自然清清楚楚，又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呢？帮你，姑且算是帮你吧，但真正的目的还是合作。你有顶流明星的实力和名气，我有娱乐圈各种资源，把你请到龙兴娱乐，对我也有很多好处。可您知道的，我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，必然会被很多人抵制，热度也会暴跌。哪怕我以后还能待在娱乐圈，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火了。既然宋小姐说起这个，那我就多少给点建议。不管宋小姐是怎样的家庭背景，至少我对你个人人品是非常信任的。我相信宋小姐不是那种道德败坏、不忠不孝之人。之所以发生这些，一定有你的难言之隐。我个人认为，不管原因是什么，宋小姐都应该向大众解释一下，这是你作为艺人的责任，也是大众应该拥有的知情权。叶董说的我会考虑，可是叶董，我2年前才和辉煌传媒签了20年合同，相当于已经被彻底捆在辉煌传媒了。如果我现在离职，那就是违约，需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的。这个我知道，按照行业规矩，是我将宋小姐挖来的，这份违约金自然应该由我来代为赔偿。宋思晴和刘玉对视一眼，发现刘玉激动得快要哭了。或许不只是违约金，没有任何一个艺人能完好无损地从公司里脱身而出，尤其像我这种，真要是和公司决裂了，公司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让我倾家荡产。这些你不用担心，如果辉煌传媒识趣，我会痛痛快快的付给他们违约金。如果张峰非要给脸不要脸，那我就会好好陪他们玩玩。叶董，我真的不明白，叶董，您实话实说，除了这些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要求？宋思晴忽然问道。他此话一出，刘玉面色大变。你就算真有这种疑惑，也不能直接问出来吧？没有，宋小姐多虑了。我和我老婆的感情一直很好，如果我真有那方面的心思，那我这次的选择也不一定是你。宋思晴微微一怔，下一刻，她唇角掀起，露出一抹绝美的笑容。叶松要是找其他借口，或者说些大义凛然、言辞义正的话，那他还真不会相信。可就是这种不咸不淡的话语，却让他彻底卸下了防备。